沙特作为一个供养着整整3000多名王子的现代封建君主制国家，这些王子简直比韩国的小姐更难区分。他们不仅长得像、着装像，甚至连名字都是排列组合。沙特王位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也就是说每个王子都有登基的机会，但是都得排队，只要哥哥死了，弟弟就能上位。现任国王萨勒曼就是沙特开国国王的第29个儿子，他硬是熬到自己90岁的哥哥死了才登上王位。2015年萨勒曼继任的时候已经79岁了，为了庆祝自己高龄登基，他直接跟全国人民玩起了大撒钱，发放了整整302亿美元的红包。而在他的身后还有几千个王子虎视眈眈。康熙皇帝仅仅生了24个儿子，就闹出了9子夺嫡的惨剧。老铁们想想，沙特这3000个王子宫斗起来得有多精彩多凶狠。话说回来，这几千个王子公主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国王就算是种马也没这么能生吧。这就得从沙特阿拉伯的建国初期说起了。现在大部分政权稳定的国家都经历过4个阶段的变身：部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唯有沙特独树一帜，它是直接从部落跳到了现代社会。100多年前，阿拉伯半岛还是一片光秃秃的大沙漠，完全无人在意那些滋滋往外冒的石油。这些荒漠上住的都是游牧部落，他们每天吃一把椰枣，喝一皮囊水，睡3小时觉就够了。由于实在荒芜，连猎都没得打。这样淳朴的生活持续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石油成了全球最宝贵的资源，列强们疯一般的到处开采。1933年，代英帝国在贫瘠的阿拉伯半岛上挖出了巨量石油，震惊了世界。沙特开国国王伊本沙特意识到了阿拉伯半岛辉煌的未来，他立志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君主制现代国家，而他建立这个国家的方式就是传教和娶妻生子。伊本沙特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信徒，他将此教派作为国家的信仰基础，把教规当作法律来管理国家。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便是一夫多妻，男人最多可以同时娶4个妻子。注意这个同时，意思就是没说这4个不能换，只要保证同一时间内不超过4个就行。秉承着这个理念，初代国王伊本沙特前前后后娶了38个老婆。他如此沉迷于娶老婆，倒也不是因为自己是个老色批，而是为了巩固统治。他每到一处就会求娶当地名门望族的千金，久而久之，几乎所有大部落都与他结了亲。伊本沙特的38个老婆非常争气，足足生了127个孩子，孩子继续娶妻，继续生孩子，再娶妻，再生孩子。如此牛批的繁衍能力，让如今的沙特拥有了5000多名王室成员。每次家庭聚会就跟开国家大会似的，得包下10几个酒店。为了巩固统治，王室还会要求孩子们近亲通婚，内部消化。1977年，就一位叫米歇尔的沙特公主，因为不想嫁给自己的某位贵族亲戚而跑出国，谈了一段自由恋爱之后，她被王室指控为通奸，处以实刑。简而言之，就是被自己的亲戚们用小石子活活砸死了。不难看出，沙特维持统治的方法就是玩家族游戏，其中玩的最溜的便是精彩的王子夺嫡。前面讲过，沙特王位的继承制是兄终弟及，这制度是开国国王为了照顾每个儿子特意制定的。但这制度有个很明显的弊端，排在后面的王子可能等到死也登不了基。登基的国王大多已垂垂老矣，难免会有不少有抱负的年轻王子觊觎王位，所以手足相残在沙特王室不是什么怪事儿。1975年，费萨尔国王就被自己的亲侄子给暗杀。你见过黄金打造的飞机吗？这辆浑身镶满黄金的波音747是沙特国王的专属座驾，它不仅外表镀金，就连里面的家具也全是黄金打造，床头柜、地毯甚至马桶通通闪着金光。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印尼，坐的就是这辆亮瞎全世界的黄金飞机。他下飞机时用的自动舷梯也是镀金的，远远看去，国王就像站在一片金子上飘了下来。这黄金舷梯还是沙特大臣提前从国内运过来的，特意运了俩，就怕其中一个坏了，让国王丢面子。此次沙特访问团的牌面堪称全球罕见，访问团有足足1500名随行人员，其中有25名王子，100多个保镖，150个厨子，以及各种仆人。这些人花了3周时间，乘坐了36架飞机才抵达印尼。尽管访问时间只有9天，但国王萨勒曼还是带了整整459吨行李，
这是什么概念？一头大象也才5吨左右，等于说他带了90多头大象坐飞机。9天之后，萨勒曼国王又访问了日本，依旧是顶级豪华的排场。他租下了东京400多辆奔驰迈巴赫，还嫌弃日本政府订的酒店太寒酸，直接掏钱包下了东京所有豪华酒店的 VIP 套房，足足1200多间，最贵的一套每晚租金高达4.5万人民币。在东京玩了一圈后，萨勒曼又来了北京，毫无疑问，他又租下了几乎整个北京的豪车。知道沙特有钱，但没想到这么有钱。今天社长就带大家走进拥有世界最富王室以及5000位王子公主，时不时就会上演血腥夺嫡大戏的现代封建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沙特王室的资产到底有多少？具体数字谁也说不上，据统计相当于16个英国王室的财富。前面讲到的那几趟奢华出行所花费的钱还不够王室半个月的吃吃喝喝。除了有钱，庞大的王室队伍也是沙特的特色之一。据统计，沙特王室总共有5000人，其中王子大概有3000多个，公主2000多个。在这些王子公主眼里，没有买不起的东西，只有不能买的东西。沙特公主马哈苏德里在法国游玩的时候，直接清空了全巴黎的奢侈品店，租了3个大仓库用来囤货，还包下了香格里拉酒店的71个大房间给她的那些仆人居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苏德里公主也是一名王妃，她嫁给了大自己22岁的叔叔纳伊夫。不用惊讶，近亲通婚也是沙特王室的特色之一，这个社长回头再细说。不过这俩人现在已经离婚了，原因是苏德里王妃太大手大脚，花50万买了一条打底裤，还在各个国家的奢侈品店疯狂赊债，最后因为欠债太多，在法国被警方逮捕。王室觉得太丢脸，影响她的叔叔兼丈夫纳伊夫的前程，于是狠心棒打了这对忘年鸳鸯。再说2020年，有媒体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47岁沙特公主在巴黎遭窃了，小偷搞走了她30个爱马仕以及多件珠宝首饰、名牌手表和皮草等等，还气得当场晕了过去。公主们况且如此奢华，那王子们花起钱来就更不同凡响了。维基解密曾披露，沙特开国国王的每个儿子每月可领20万美元的零花钱，孙辈则每人每月2.7万美元，曾孙每月领取1.3万美元。王子们庆祝生日的方式是将迪士尼乐园包场，出游的方式是带上60头鹰，甚至给每头鹰都买了机票。曾有一位王子跟着老爹去英国访问，看上了白金汉宫，直接喊道：我要把这房子买下来。在得知这东西不能买后，他非常失望地说，那这些皇家卫兵呢？挺好看的，我能买吗？ No。英国媒体曾报道，世界上最有钱的小男孩是沙特已故国王法赫德的小儿子阿齐兹。这娃还没成年就已经拥有了7辆凯迪拉克和3架飞机，每周的零花钱有足足600万美元，银行账户已经预留了16亿美元。不过这位全世界最有钱的小孩，据传已在2017年身亡，死亡的原因很离谱，居然是宫斗。这都2202年了，还有宫斗戏码？一个国家拥有3000多名王子是怎样的体验？王子太多，王位只有一个，沙特王室现代版的夺嫡大战究竟有多热闹？坐落在沙特首都的利亚德利斯卡尔顿酒店是一座金碧辉煌的5星级酒店，这里常年重兵把守，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因为这里面住的不是平常顾客，而是11名被囚禁的沙特王子，以及数十名高级官员和商界知名人士。囚禁这些王子和大臣的正是现任王储小萨勒曼。79岁才登基的国王老萨勒曼早就不满沙特兄终弟及的继承制，他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小萨勒曼。当然，这个计划不能一开始就暴露。国王先是封了自己侄子纳耶夫做王储，然后又封了自己儿子小萨勒曼做副王储兼国防部部长。小萨勒曼年轻有为，很快就掌握了大部分国家权力。小萨勒曼想干什么，王储纳耶夫是最清楚的。他意识到自己再在这位置待下去，恐怕就没几年可活了。于是他主动将王储之位让给了堂弟小萨勒曼。小萨勒曼当上王储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反腐的名义拘捕了11名王子和几十位大臣，为自己的前途彻底扫清了障碍。前面讲过的那位全世界最有钱的小孩，据说就是因为拒捕在交火中身亡。尽管沙特后来发了辟谣声明，可这位王子确实再也没露过面。
这位小萨勒曼王储虽然夺嫡的手段略显毒辣，但他的执政能力还是值得一说。他上位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致力将沙特一步步推向世俗化。因为沙特简直就是一活在现代社会的封建国家，物质是丰富了，但思想没跟上。沙特的法律非常严格，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罩子，罩住了所有的沙特民众。沙特人不能喝酒，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更是绝不可能存在。2015年，沙特才开了全国第一家情趣用品店，生意火爆到惊人。2018年，沙特才宣布开放电影院，上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漫威的黑豹。沙特至今还保留着砍头的原始刑法，而且是在广场公开行刑。今年3月份，沙特就公开砍掉了80人。不过据说近几年都没啥人应聘刽子手，可能是因为沙特人多少有了些思想上的进步吧。沙特女性的地位就不用多说了，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2018年，沙特才有了第一批拿驾照的女人。在此之前，沙特女性是没有开车权利的，浑身裹着黑袍，无法自由外出，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沙特所有女性的最终归宿。当然，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的也只有沙特普通民众而已。萨勒曼国王经常在忙完工作后，带着几千个王子公主去往国外的行宫小住度假。位于摩洛哥的沙特王室行宫，围墙长达1500米，里面的娱乐设施数不胜数，甚至还有马戏团。沙特王室每来一次就要给摩洛哥贡献至少1亿美元的消费，所以摩洛哥总理都是亲自到机场来迎接萨勒曼国王的。但其实沙特这个国家也并不是遍地土豪，很多平民百姓至今都还是租房居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还有一个巨大的贫民窟，里面住的都是沙特的底层民众。2021年，沙特的 GDP 是8050亿美元，还没我们一个省的高。沙特之所以给全世界一个有钱到爆炸的假象，是因为几乎全国的财富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当然，沙特民众也不至于守着油田讨饭吃。可以这么说，沙特王室吃到了肉，沙特公民喝到了汤。对于沙特民众而言，虽然王室无比专制，但卖石油实在是太赚钱了，哪怕只有汤也足够他们喝饱。况且沙特的福利制度还不错，王室时不时来点大撒钱，所以沙特百姓压根不 care 自己国家是什么封建制度，也不 care 王室到底多有钱，只要民众的现状生活还能维持，沙特王室便能一直将统治权牢牢抓在手里。但有一个问题是所有沙特人必须面对的，石油卖完了怎么办？现任王储萨勒曼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带头世俗化，在社交网站发布不戴头巾的照片。他放宽了女性出国旅游的规定，大力推进各种经济改革，减少沙特人民对石油的依赖。但是只要改革，就必定会有阻碍。沙特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与石油挂了钩，小萨勒曼一旦动了这块蛋糕，他这王储的位置恐怕也危险了。那么大家觉得沙特的未来在哪里？他们能成功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吗？沙特这封建的君主专制到底还能维持多久？欢迎评论区开会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社长，欢迎关注。